这绝对是一部能把所有男人看哭的电影，也能让所有人彻底明白男字上面为什么是甜，下面是利的真正含义。那么这部近10万人给出8.6高分的韩国佳作，究竟演了啥样的内容，能让看过的男人都哭着说这就是他们的真实生活写照呢？故事开始于朝鲜战争期间，年幼的德秀领着妹妹在几10万难民中前行，只为了能跟随美军南下躲避战火。虽然迁移的船只有限，但德秀一家无疑是幸运的，爸妈已经带着弟弟妹妹顺着软梯登上了船，而德秀背着小妹还在奋力攀爬。看着周围不断有人摔落，德秀并没有害怕，反而死死抓紧妹妹的手。可就在即将登船的时候，下面一个难民抓在了妹妹身上。等德秀反应过来时，只剩下了妹妹的一截衣袖。他在船边焦急地寻找，然而妹妹早已不见了踪影。内疚的德秀想要下船寻找妹妹，但却被闻声赶来的父亲拦住，并说了一句影响德秀一生的话：명심해 두라. 내 없으면 장남은 네가 가장인 걸 알제이야. 가장은 어떤 일이 있어도 가족이 제일 우선이다. 알았제이야. 시방부터 네가 가장이니까 가족들 잘 지키라. 父亲给了德秀最后一个拥抱，转身逆行在人群中。他拼命呼喊女儿的名字，却始终没有得到回应。随着军舰的汽笛声响起，看着渐渐远去的家人，他知道这次分别也许就是永别，但还是选择留下继续寻找，哪怕机会很渺茫，他也不愿放弃一个家人。几个月后，母亲带着3兄妹来到了釜山国际市场，投奔了德秀的姑姑。一家人总算吃上了一顿饱饭。往后的日子里，德秀一直谨记父亲的话，把自己当做一家之主。白天他背着妹妹上学，放学后就会到街头给有钱人擦鞋。虽然赚的不多，但好歹能帮母亲分担点压力。转眼间10年过去了，德秀已经长成了壮年小伙。不过他却早早辍学踏入了社会，只为了能有更好的收入，供弟弟妹妹上学读书。弟弟也很是争气地考上了名牌大学，可面对高昂的学费，又让德秀犯起了难。而懂事的弟弟也深知自家的条件，更知道1年365天都在工作的哥哥不容易，于是他决定去大城市闯闯。母亲当然明白他的想法，就在他不知如何回答弟弟时，一直在门外听着的德秀突然闯了进来。부디 닥치 새끼야. 어디서 확 형님아 공부를 열심히 해야 대학교 가서 임마. 인생은 타이밍이야. 타이밍. 다 때가 있다 뭐 이 말이야. 뭔 말인지 알겠어. 어린 놈의 새끼가 빠지가 어디서. 这番话并不是德秀说的醉话，他确实找到了一份可以供起弟弟念大学的工作，只不过是要背井离乡，前往刚刚结束战争的德国当矿工。只要在那里工作3年，就能挣得一大笔钱。不久之后，德秀跟着朋友打酒，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德国。这里的工作强度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，每天必须在矿井内工作10几个小时，还要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，哪怕是头被砸出了血，也只能简单的用手捂一会儿。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只要干不死，就往死里干。虽然在这里很苦很累，但每次德秀给家里写信时，总是报喜不报忧。每当他感觉自己要坚持不下去时，就会独自一人来到多瑙河散心。而也正是这一举动，让他邂逅了同样来德国打工的英子。他相遇故知的喜悦让2人聊得格外开心。经过了解，英子的人生基本和德秀如出一辙。作为家里的长女，她也有弟弟妹妹要照顾，肩上的担子跟德秀一样重。或许就是因为这相同的境遇，让2颗孤独的心慢慢靠在了一起，彼此点亮了对方生命中最暖的灯。可本以为幸福日子就此开启时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打断了这份美好。德秀所在的矿井发生瓦斯爆炸，所有人都在拼命逃跑，打酒却不幸被掉落的石头砸中。德秀不顾工友的阻拦，执意要返回救援，结果矿井在此刻彻底坍塌，所有人都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被瞬间掩埋。几十名伤员被送到了英子所在的医院，他在伤员中并没有看到德秀的身影，于是衣服都来不及换，就毫不犹豫冲进了矿场，但却得知矿场老板并不打算立马下去救人，说是害怕会发生2次爆炸，更何况像这种情况，里面的人基本存活不了，所以没必要做无谓的牺牲。即便英子跪下恳求，老板还是无动于衷，这轻蔑和无所谓的态度，把所有韩国工人气得咬牙切齿。既然你们不敢下去救人，那我们就自己下去拯救同胞。团结起来的工人踹开护栏，义无反顾地冲进了矿井中。与此同时，打酒已经先一步苏醒了过来。当他在石块下挖出德秀后，才发现德秀的情况竟如此糟糕，嘴里被灌满了煤渣，人也不知是死是活。打酒拼命按压他的胸部，好在德秀终于是缓上了一口气，但此时的他已经危在旦夕。弥留之际，他想起父亲当初交代他的任务，想起那个得靠他才能运转下去的家，想起给他苦涩人生带来一丝甜味的英子，他感到了无助和绝望。而也就在这时，工人救援队的出现照亮了黑暗的矿洞，成功救下了德秀打酒2兄弟。看着躺在担架上的德秀，英子心疼地握紧他的手。经过这次生离死别，彼此的感情变得更加坚固。但不好的是，德秀的签证即将到期，他想把英子一起带回国，可英子的一句话彻底打碎了他的幻想。덕수씨는 돈 많이 벌어서 자랑스럽게 한국에 가는 거고, 저도 여기서 이렇게 열심히 잘 살고 있는데, 덕수씨 귀국을 축하드립니다. 英子不是不想跟着德秀回去，而是他在这里还没赚到什么钱，即便是每天照顾大便失禁的老人，他也得咬着牙再坚持下去。而德秀在不能续签的情况下还是回国了。通过他这几年的努力，不仅让弟弟念上了大学，还让母亲住上了大房子。虽然过程走得很艰苦，但德秀从没抱怨过什么。3个月后的一天，德秀在帮姑姑打理店铺时，突然在街头看到了那个念念不忘的女人。喜出望外的同时，他自然得好好表示一番，但英子却说自己不能喝酒了。 저 임신했어요.
아이고, 축하합니다, 축하합니다. 야, 세상에 이런 경사가 또 어디 있겠노? 그러면 올라성이 유지되는 기고, 독일 아들은 휴시가 많으니까 휴시가 되나? 시차고, 윤 씨예요.原来在德秀回国的前一天晚上，他借着酒劲儿本想着最后争取一下，结果英子还是没同意，但却送上了他最珍贵的一吻。二人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举办了婚礼，德秀终于尝到了生活的甜头，也在不久后如愿考上了成人大学，还特意买了猪肉准备回家庆祝。可刚到家门口就听到了争吵声，原来妹妹是在向母亲索要嫁妆。见母亲拿不出那么多钱，任性的妹妹还提议把哥哥用命挣来的房子卖了，母亲被气得浑身发抖。躲在暗处的德秀也满面愁容。更糟糕的是，姑姑在不久后因病去世，整天酗酒的姑父想把店铺盘出去，德秀对此做出强烈反对，因为这家店铺不仅是姑姑一辈子的心血，更是德秀对父亲抱的最后一丝希望。他怕父亲回来后找不到家人，因为当年父亲临走时说过。 부산 국제시장서 장사하는 네 고문의 상점서 만나자. 为了这一句诺言，德秀放弃了去念大学的机会，用学费从姑父手上买了这家店铺，并且为了满足妹妹的嫁妆条件，他决定前往越南战场做后勤工作。这一决定遭到了母亲还有妻子的强烈反对。 여보, 만나면 장남이다. 가장이기도 해요. 그래, 장남이나 가장은 가족을 잘 돌봐야 되는 거 아이가? 그만큼 했으면 됐어요. 뭘 더 해요? 왜 항상 당신만 희생을 해야 되냐고요? 누구는 가고 싶어서 가는 줄 아나? 어? 이렇게 내 팔자라고. 내 팔자가 이러는데 내보고 어쩌란 말이고? 당신 팔자가 어때서요? 이제는 남이 아니라 당신을 위해서 한번 살아보라고요. 당신 인생인데 왜 그 안에 당신은 없냐고요? 随着国歌的响起，加上所有人的肃然起敬，妻子的这番话并没有劝退德秀，他还是带着打酒来到了越南战场。虽然战争让他时刻都处在危机边缘，但总是能从中赚到一些马内，在他看来，这些比生命还重要。然而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的道理？这次德秀接到了一个打探敌方阵营的美差，他们成功躲过敌军的枪口，却没能逃过毒蛇的眼睛。 好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一支路过的游击队成功救下了他们。可就在众人准备上船撤退时，附近遭受战争摧残的居民纷纷跑了出来，看着他们恳求上船的眼神，瞬间让德秀想起了年幼时的遭遇。他不顾众人反对，同意了这些难民的请求。当然，这里面也有好朋友打酒的功劳。然而，就在他们准备开船撤退时，敌军的支援到了，一个小女孩掉入水中。德秀见状，二话不说跟着跳了下去。小女孩的命是保住了，自己却在登船时中了一枪，也因此落了个终身残疾。看着救回的小女孩，他仿佛想起了当年失去的妹妹。 不久后，德秀带着钱回到了国际市场，帮妹妹置办了丰厚的嫁妆，还在婚礼上以一家之主的名义把妹妹交到了新郎手中。他又一次完成了父亲的承诺，独自一人撑起了整个家庭。但在德秀心中还有件事一直耿耿于怀，那就是当年失散的父亲和妹妹。直到1983年，电视台推出一档大型寻亲节目，专门帮助战争中失散的亲人重聚。德秀看到后立马来到首尔，每天在人山人海的广场上寻找着一丝可能发生的奇迹。 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电视台主动联系了德秀，说是找到了他的父亲。当德秀怀着忐忑心情前来辨认时，才发现对方不是他要找的人。电视机前的母亲也一眼看出那不是自己的丈夫。德秀虽然有些失望，但并没有放弃。不久后，电视台再次传来消息，找到了一个疑似德秀妹妹的人。可对方那一口流利的英语，又让德秀感到了一丝失望。不过，当女人向他展示了耳背的一刻之后，德秀激动得热泪盈眶。상황이가 저거 맞나? I remember right before we were separated. 헤어지기 바로 전에 My brother told 오빠가 me 한 말이 있습니다. 여 운동장이 아니다. 놀러 나온 게 아니다. 알아? 알아봐이선 꼭 잡아라. 꼭 잡아라. 진짜로 내 동생 막순아 막순아 Am I your sister? 맞아 저옷 맞아 막세 옷 맞습니다 막순아 I miss you so much. 막순아 미안하다 不久之后，莫顺回到韩国，一家人终于等到了久违的团聚。母亲也似乎完成了最终的心愿，在和女儿相处了几天后就离开了人世。
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，转眼间德秀已经满头白发，也终于不用再为生活四处奔波。唯一没变的可能就是姑姑留下的店铺，周围的人都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肯卖掉，然后安享晚年。就连他的子女也不理解这个固执的老头。对此，德秀没有给出任何回应，只是独自一人走进房间，对着父亲的老照片自言自语起来。 아버지, 내 약속 잘 지켰지. 막수이도 찾았고, 이만하면 내 잘 살았지. 근데, 내 진짜 힘들었거든요. 德秀用自己的一生兑现了那句承诺，把自己的全部都给了家人。他做到了长兄如父，完成了养老送终。这一生他扮演了很多角色，但唯独没有演过他自己。后来想通所有的德秀同意卖掉店铺，他知道父亲大概是来不了了，所以他要在最后的日子里为自己活一次，也为一直陪伴他的妻子活一次。 그럼 당신은 왜 나랑 결혼했어요? 이쁘니까. 거짓말이라도 듣기는 좋네. 그러면 니는 내하고 왜 결혼했는데? 사랑하니까. 거짓말이라도 듣기는 좋네.